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那社会就必须稳定。一般来说，国家的统治者往往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都会为此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但在这一点上，苏联做的显然不到位。经济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虽然当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它是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拥有着众多先进武器，如图160、里海怪物等，但是这些都没有帮助它逃脱解体这一悲剧。而印度的现状让人感到它正在步入苏联的后尘。那么这里可能就会有不少人疑惑了，印度现在的发展不是特别好吗？尤其是军事领域，什么阵风、鱿鱼潜艇，就跟不要钱样的疯狂买，为什么会觉得它要解体了呢？确实，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觉得，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在来看，希望印度解体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印度国内还有大量的社会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存在于每个国家，这并不是判断一个国家会不会解体的标准，而且这个问题不能随便的把它上升到国家分裂的地步。虽然说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以其特有的民族主义进行对外扩张，比如分裂巴基斯坦、吞并西金等，这种行为虽然加剧了内部的社会矛盾，但也大大的提高了纯种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扩张成为了印度方面缓解内部矛盾的一把双刃剑。因此历届的印度领导人都一直把对外扩张作为赢得选票的大饼，只要一直扩张下去，这种社会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但要知道的是，除了内部民族信仰矛盾外，外界的各种阴谋阳谋也是印度解体的诱因。据环球网援引俄罗斯国际关系专家阿列克谢的分析称，只要西方国家不停用各种阴谋或阳谋去煽动印度挑衅中国的话，那印度解体这一情况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对此他还解读称，即使印度现在主要专注于国内的发展，那不仅不会解体，超过中国也只是时间问题。不停与中国对立的话，那印度就不得不进口大量军火，这只会白白消耗国家的力量。如果印度听信了西方人的谗言，愚蠢地加入由美国领导的反华联盟，企图通过与美日澳联合组成亚洲版的小型北约来对抗中国，跟随美国挑起新冷战的话，那最终只能在穷兵黩武中惨败。随着中印达成撤军协议，从去年6月份激化的双边矛盾似乎将有所缓解。在不久前，官方公布了我方牺牲人员。在我们缅怀烈士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印度并不像很多媒体说的那样不堪，我们的战士的确面临着很大的考验。因此，在此事之后，我们还需要明白印度人的心态以及下一步的打算，防患于未然。我们知道，此次中印对峙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无疑充当着印度人的帮凶。美国不仅为印度提供武器与后勤装备，还与印度举行联合军演。我们清楚，美国是想借印度之手对付中国，但如果你真的认为印度甘心充当棋子，那可就错了。根据印度经济时报2月19号报道，近日印度外交大臣哈什·瓦德汉·舍林格拉前往莫斯科参加印俄外交会议，并与俄罗斯副外长谢尔里亚布科夫进行交谈。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名叫士林格拉的印度外交大臣是前印度驻美大使，属于印度外交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也正是前几天主持中印士兵脱离接触会议的印方代表。也就是说，这位外交大臣前脚宣布撤军，后脚就跑去俄罗斯。那么，印度高官此行的目的又是为何？根据印度媒体的透露，印度大臣对俄罗斯人的第一句话就令人惊讶。他表示，印度将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迫。实际上，印度人指的是印度购买俄罗斯 S-400一事。美国方面一直持反对态度，甚至以制裁相威胁。明眼人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印度外交大臣这样的开场发言，目的就是对俄罗斯进行示好，以便拉拢俄罗斯人。随后，印度人也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印媒提到，印度高官表示要向俄罗斯投资能源产业，并且希望在3个地缘政治上与俄罗斯扩大联系。第一是欧亚大陆，第二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第三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北极地区。我们发现，这次印度人连与印度相去甚远的远东地区都被盯上了。我们知道，印度与远东分别在我国的西南与东北角。不过，由于中俄关系良好，我们在远东的防务压力并不大。但如果印度人要介入其中呢？去年的时候，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由此形成了印度在印地区的4方战略。而这次印度人北上俄罗斯，似乎是在为其大陆战略做准备。
其跨度之广也证明印度绝对不想让自己局限于去当一个南亚霸主以及大国的棋子。尤其是在与中国对峙这么久后，印度人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全球性大国战略。当然，有句话叫做打铁还需自身硬。印度人想要成为一个棋手，关键不是看能找到多少帮手，而是看自身实力。在特朗普卸任1周前，也就是1月14号，美国曾公布一份制裁清单，包括中国商飞、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被列入中国涉军企业清单，而另一份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上的中国实体达到59家。这次着重讲的就是中国商飞，美国给出的理由还是千篇一律，向中国军队共享技术。然而，近日福布斯网站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的这一决定可能会给 B-52轰炸机项目上带来严重的后果。目前，美空军正考虑对 B-52进行升级，使其寿命延长数十年。但中国商飞在其 ARJ21700客机上使用的通用电气 CF34 发动机，正好是他们正考虑使用的发动机之一。之所以美国打算制裁，背后原因可能就是中国军方已经熟悉了 CF34 发动机，甚至包括它的缺点，这会给美国带来安全挑战吗？美媒指出，这项决定导致美国发动机升级项目更加复杂，其程度更是超乎很多专家的预期。早在2018年的时候，美空军原本计划将 B-1和 B-2轰炸机退役，但是因为战略压力，这些轰炸机被推迟退役，而美军打算把5年后 B-52轰炸机翻新，投入200亿美元升级其发动机、雷达、通信系统和武器能力等。虽然新一代 B-21轰炸机终将取代 B-52，不过 B-21预计到2030年才能服役。等 B-1和 B-2轰炸机逐渐退出美空军行列，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 ，B-52仍然还是美国核威慑的重要环节，修一修再用到2050年。而升级工作难度最大的就是发动机翻新。原本 B-52配置了8台惠普 TF33发动机，两侧各4台，使用双引擎吊舱，但是现在吊舱将不得不重新设计适应新的发动机。目前美空军有4个选择，包括普雷特的 PW800 型、通用电气 CF34、机翼的 Passport 发动机和劳斯莱斯 BR725发动机。报道指出，但美国政府惩罚中国商飞的决定，增加了美国空军选拔难度，因为现在危险的是，中国军方可能对通用电气产品有深刻了解，为 B-52选择新发动机有太多问题要考虑，这让美军相当头痛。现在美军采购不仅需要考虑价格和性能，还需要考虑是否有向中国军方泄露技术的隐患。随着美军面向更多供应商，将来类似问题可能还会增加。实际上，以美国主导的西方都爱玩同一个套路，现在无论碰到什么困难，甩锅到中国头上就对了。一些西方政客更是不提中国就生存不下去，美国更是越来越神经质，像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